1980年3月，阿三雾在南非约翰尼斯堡卡尔登中心展出，是由江炳坤处长策展，约翰尼斯堡艺术协会协办，展出十分顺利。展出的作品还包含一张维多利亚瀑布的巨幅画作。展览期间，行政院长孙运璇正好前来南非访问，也来展场参观并开心的合影留念。期间还有来自美国 Normandy 夫妇因为邮轮环船之旅在约翰尼斯堡停留，透过驻南非美国大使的介绍，购藏阿三雾2幅画作。他是美国南北战争的李将军后代，他看到阿三雾新风格的作品受到感动，想要介绍阿三雾去英国泰德画廊。阿三雾旅行期间不小心把他的名片弄丢了，初出茅庐的阿三雾过了10年之后才知道泰德画廊的重要性，而错失一个机会。其实在留学西班牙时期，阿三雾就曾经和同学前往当时仍是西班牙海外省的西属撒哈拉收集饰品。当时阿三雾在蜻蜓点水的短暂停留后，对当地的印象是除了沙什么都没有。那个时期阿三雾的创作正沉浸在学院的熏陶下，当时沙漠的体验并未引发他在艺术创作方面的新思维。隔了6年之后，这一次的非洲行从南非出发，经马拉维和中非、肯亚和东非、西南非和刚果、奈及利亚和西非、尼日至埃及和北非，途经31个国家，历时11个月，走过数十万里路，3度出入沙漠地区，曾2度感染疟疾，发生4次车祸和无数次的迷途，历经各种死亡威胁。非洲吸引阿三雾，主要是那里的原始环境跟自然密切融合的居民生活方式，那里的蛮荒、沙漠、沼泽和丛林，这些从书本里读到的很多的记载，阿三雾都渴望亲自体验。这次的非洲行，阿三雾有数次死里逃生的经验，生命在危急的关头，虽然触目惊心，却给阿三雾带来更固执的生存勇气和决心。当阿三雾乘坐独木舟迷失在恶名昭彰的鳄鱼出没区布阿河鳄鱼潭时，脑海里唯一的念头就是活下去。布阿河横贯马拉维并流向马拉维湖，当雨季来临时，马拉维的恩科塔科塔森林区域半淹没于湖水之中。因为鳄鱼为患，四周几无人烟，但也造就了诱人的神秘性。阿三雾选择了布阿河之行，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寻找河马群。原定上午出发，因为找不到向导，一直到下午3点才由一对父子引导，乘坐黑人手划的独木舟上路。舟行布阿河的时候，只见一片浓密森林掩盖，听到了河马的声音。这时已经是下午6点，黄昏已尽。顺着声音笔触前进，一眼看到一群河马正在河边享受嫩草。这时候向导再三地警告阿三雾，万万不可以把手伸进水面。饥饿的鳄鱼正在周围的水面下等待食物。此时阿三雾自顾拿着相机，抓住机会猛对河马拍照。当他觉得拍得足够，一回头才发现向导父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跑掉，而他们还没有拿酬劳呢。此时天色暗了下来，阿三雾的心也是沉到了低点。独木舟上只有阿三雾跟黑人船夫，除了语言不通之外，现在最大的麻烦是缺少了向导，弄不清回程的路线。过了片刻，天色又暗了一层，秃鹰回巢了。鳄鱼的尖嘴在水面若隐若现，水上飘着侵蚀多日的大块浮木，增添了死亡前的恐怖感。归巢的鸟群此起彼落的和鸣，现在听起来如同催命曲调。当阿三雾决心到鳄鱼潭时，完全没有考虑到安全2个字，强烈的好奇心终于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这时候的内心只有懊悔，不该把防身的刀和枪留在岸边的车上。活下去的念头让阿三雾在惊慌中冷静下来。阿三雾努力去回忆进入河流以后所见到的景物，发挥以前在纽约开计程车的直觉。忽然阿三雾想起河口有一株没有叶子的棕榈树，船夫和阿三雾就在灰暗光线下的沼泽中寻找那一株高大没有叶子的棕榈树。
直到棕榈树在迷蒙中冲入阿桑雾的眼帘。越接近河口，阿桑雾才感觉到自己好像重生。回到岸上已经是晚上10点多钟。